一架改装自60年前老式运输机的古董，凭什么在导弹满天飞的战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没有隐身涂层，没有超音速巡航，一架螺旋桨飞机靠什么让地面武装闻风丧胆？更令人意外的是，这架老古董刚刚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手术。2026年5月，美国坦帕市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特战部队州展台上，一架 AC-130J 幽灵骑士炮艇机的模型前围满了人。展板上赫然写着2行字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 ，AGM-190A 浩劫之矛。2025年3月，雷多斯公司已在 AC-130J 黑镜验证机上成功完成浩劫之矛的制导飞行测试，验证了导弹与飞机的兼容性、系统性能、航路点上行链路和制导精度，还完成了与海军水面作战中心作战管理系统的集成能力测试。到2026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式宣布，AC-130J 幽灵骑士将全面整合 AGM-190A 浩劫之矛小型巡航导弹以及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意味着这架慢吞吞的炮艇机即将拥有火眼金睛，并拿到一把射程超过400英里的狙击枪。有人会问，一架比民航客机还慢的螺旋桨飞机为什么不躲在后方发射巡航导弹，非要飞到危险的低空转圈圈？今天我们就一起把这艘飞行炮舰请上台，一层层剥开它60年不退休的秘密，看看为什么它能重返战场。俄罗斯那款对标的老式安12又到底差在哪里？ AC-130J 不是用来打高端空战的，它是专门为收拾残局而生的特种作战平台。 AC-130 系列自越南战争时期问世以来，凭借其强大的持续火力输出，已成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不可或缺的空中支援力量。现役的 AC-130J 幽灵骑士是该系列的最新型号，基于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改装而来，装备4台洛尔斯罗伊斯 AE2100D3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每台4700周马力，最大起飞重量74吨，航程约4800公里。截至2024财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已列装37架该型飞机。AC-130J 的核心战力源于其独特的武器配置，机身左侧像瑞士军刀一样塞满了各种致命武器，一门 GU-23A 型30毫米链式炮，每分钟能倾泻200发炮弹，精准打击暴露人员、轻型武器及武器阵地；一门105毫米 M102 榴弹炮，一发炮弹重达15公斤，能够摧毁建筑物和加固阵地；腋下还能挂载 GBU-39 小直径炸弹和地狱火导弹。货舱后部的发射管里还藏着 GBU-69B 小型滑翔弹药。一架飞机就是一个飞行炮兵连，一次出动就能倾泻数吨弹药，拥有隐身战机无法比拟的饱和式压制能力。2023年，美军在一次行动中 AC-130J 对一栋藏有武装分子的建筑实施了地毯式攻击，105毫米炮弹直接贯穿楼顶，30毫米链式炮紧随其后清扫残敌，整栋建筑在数分钟内化为废墟，而地面部队零伤亡。这就是 AC-130J 在低烈度战场上的降维打击。你还在挖战壕，人家已经把你连人带攻势一起端了。为什么 AC-130J 可以做到指哪打哪？秘诀在于它那个独特的绕圈圈战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一架 C-130J 运输机在你头顶约3600米的高空，以约3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保持左转35度坡度，不停地绕圈飞行。在这套名叫塔形转弯的战术中，无论飞机飞到哪个位置，机身左侧的火炮永远对准地面同一个点。借助这种圆规式的几何战术， AC-130J 能把105毫米炮弹全部打进直径10米的圆圈内，空中的炮台打出了狙击枪的精度。这就是炮艇机纵横战场50多年的核心秘籍。在现代战场上，低空火力支援的持续存在感往往比一发昂贵的精确制导飞弹更具心理震慑力。正因 AC-130J 能做到指哪打哪，美军才会在2023年让它在实战中执行一次紧急自卫打击。当天，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武装组织的弹道飞弹袭击，恰好一架 AC-130J 正在附近空域巡逻，他目睹了袭击者乘车转移，飞行员直接扣动扳机，将发射飞弹的车辆从地面上轻松抹去。这不是预谋已久的斩首行动，这是 AC-130J 在长时间盘旋待机中积累的战术优势。
然而，在全球防空技术不断扩散的今天，传统炮艇机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严重压缩。AC-130J 的原有武器射程非常有限 ，GBU-39 约74公里 ，GBU-69 超过37公里 ，AGM-176 近20公里。这意味着它必须进入敌方近程防空覆盖范围才能实施打击。面对装备便携式防空飞弹、四星高炮以及机动式地对空飞弹系统的现代化敌人，这种盘旋攻击的传统作战模式风险骤增。但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早已想好了对策，换雷达、换飞弹、换打法。AGM-190A 好机之矛的问世，彻底打破了 AC-130J 作战半径的束缚。这是一款90公斤级的任务适应性飞弹，在测试中显示出超过400英里的防区外射程，是现有武器系统的10余倍，让炮艇机能够在大多数现代防空系统射程之外精准打击，生存性问题迎刃而解。其模块化硬件与开放式软件架构，还可根据任务需求快速更换战斗部与导引头，支持后续升级。要发挥好机之矛的远程打击潜力，先进目标探测与指示系统不可或缺。本次升级的另一核心是为 AC-130J 装配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虽然特种作战司令部未公开具体雷达型号，但业内普遍认为是诺斯罗普格鲁曼 AN/APG-83 可扩展敏捷波束雷达。这款由 F-16战斗机雷达衍生而来的火眼金睛，将从 F-22 和 F-35 的技术中汲取大量成熟方案。换上这套雷达后，炮艇机将首次具备全天候精准瞄准能力，配合射程超过740公里的浩劫之矛巡航飞弹，它可以在敌人最先进的野战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对敌军的防御工事造成毁灭性打击。2026年初，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还启动了市场调研，评估将 SpaceX 公司的星链和星盾卫星通信终端集成到 AC-130J 机队的可行性，旨在通过低地球轨道卫星星座为这款重型打击平台提供安全、高带宽且低延迟的超视距连接，将火力平台转型为高度联网的数字化作战节点。最新型的 AC-130J 还配备射频计数器测量系统，能探测、定位并主动干扰敌方雷达威胁，大大提高了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当 F-35 踹开敌方防空系统大门，当 B-21 隐身轰炸机完成纵深突击， AC-130J 就是跟在后面清扫战场的死神镰刀，用它那门105毫米巨炮把躲在山洞里的残敌、从海底冒出来的半潜船一一点名。聊完了 AC-130J 的升级，咱们转头看一眼北方。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会很好奇，俄罗斯有没有类似的空中炮艇？答案是他们有，但全部都是 PPT 飞机。早在2019年，俄罗斯就高调宣布，打算基于安12军用运输机研发一款俄版炮艇，配备2门57毫米加农炮。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由于国际制裁以及与乌克兰关系断裂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的安系列飞机维修体系已彻底崩溃。根据阿维蒙公司被披露的内部文件，截至2025年8月，俄罗斯在国防部、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安全局的航空部门运营着大约368架安12、安26和安72型飞机，其中143架继续维修。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已正式承认，俄罗斯国内根本没有这些飞机的零配件生产能力。负责维修的主要机构伊万诺沃的第308飞机维修厂正面临破产边缘。文件中一句极其讽刺的话是，俄罗斯没有安系列飞机的部件进口替代，全套设计文件缺失，也没有备件生产。更何况安12的生产线早已停产多年，只能用退役多年的老旧机体做文章。这个项目的资金预计最早要到2029年才能到位，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的航空机队在未来几年内都无法得到基本的维修保障。没有维修保障，何来研发新机型？反观 AC-130J 早在2014年1月就完成首飞，2017年9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截至2024财年已列装37架，并计划将全部升级到统一的 Block 30配置。不是俄罗斯不想造，是根本造不出来。即便从博物馆里拖出一架安12，俄罗斯也无法复刻美军的精确打击体系。AC-130J 能在夜间云层中精准锁敌，靠的是 F-16 同款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配合全球卫星通信和特种作战数据链。俄军没有这套体系，手里的60毫米迫击炮就算塞进货舱，也打不准看不见的目标，这就是代差。你在 PPT 上画大饼，人家的炮艇机已经升级到第10代航电了。如今 AC-130J 的触角已遍布全球。
2026年初，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将2架 AC-130J 炮艇机和 MH-47G 直升机部署到英国，以压倒性力量执行特定任务。同年2月，根据美阿两国2025年3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空军计划将 AC-130J 部署至阿根廷，参加大西洋匕首联合特种作战演习。这将是该型飞机首次访问阿根廷。在此之前， AC-130J 已在2023年南方之星演习中部署至智利，2024年南方凤凰演习中再次亮相，甚至在南美扫毒行动中， AC-130J 也执行了针对半潜船的关键打击任务。有人可能会说， AC-130J 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低烈度战场管用，一旦面对正规军的高密度防空网就是送死。这话说对了一半。以俄罗斯为例，俄军在乌克兰前线部署了密集的野战防空系统，道尔 M2、铠甲 S1、山毛榉 M3 层层叠叠，形成从低空到高空的全空域覆盖。在这些系统没有被压制的情况下， AC-130J 确实不敢贸然进入。但如果是在俄军防空网被压制后的清扫阶段， AC-130J 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设美军通过远程打击摧毁了俄军的 S-400 阵地，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压制了前线野战防空， AC-130J 就可以趁机进入，对俄军后勤车队、指挥节点、集结地实施火力覆盖。一架 AC-130J 盘旋数小时，105毫米炮弹一发接一发，这种持续压制能力是 F-35和 B-21 都做不到的。在乌克兰战场上，缺乏空中优势的一方根本无法起降炮艇机，俄军的 An-12炮艇机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而美军的 AC-130J 至少还有踹门后进场的机会。这就是空军体系完整度的差距。更重要的是，随着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和 AGM-190A 浩劫之矛的列装， AC-130J 甚至不需要进场，它在数百公里外就能完成锁定和发射，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炮艇作战模式。这套组合拳让 AC-130J 的未来作战场景大为扩展，它可以从安全空域发射巡航飞弹，摧毁敌方纵深目标，然后再飞回去补充弹药，循环往复，这才是真正的空中炮兵。AC-130在越南战争首次参战，1967年代号苏城的 AC-130A 在胡志明小道上空猎杀卡车，热成像系统让夜间行驶的越共卡车无所遁形，一个夜晚击毁数十辆。越共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幽灵。60年过去了，名字从幽灵变成了幽灵骑士，武器从40毫米博夫斯炮升级到了105毫米榴弹炮，雷达从机械扫描升级到了有源相控阵，还配上了 AGM-190A 浩劫之矛远程巡航飞弹。但核心理念从未改变，在敌人头顶转圈用火炮说话，够不着的用巡航飞弹解决。他的对手越换越强，他身上的武器也越来越致命。60多年前的运输机平台换了一颗数字心脏后，依然能让敌人在狂轰滥炸中感到绝望。有人说 AC-130J 是过时的老古董，但在美军眼中，它是一台能精准洗涤的低成本空中火力平台。它不会消失，只是从一个战场飞向另一个战场。这场关于 AC-130J 幽灵骑士炮艇机的分析就到这里。最后有几个问题想和各位探讨：当美军全面换装 AESA 雷达和浩劫之矛巡航飞弹后， AC-130J 有没有可能在高风险战区生存下来？俄罗斯那款 An-12炮艇要到哪年才能飞起来？如果 AC-130J 被派到黑海上空，面对俄军的道尔 M2 防空系统，应该采用什么战术对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